早点回家。我叫顾佳，在嫁给凤凰男的第2年，意外怀孕，将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交付给他后，就退出职场，全职在家相夫教子。但我没想到，看似幸福的婚姻会因为一个披萨爆雷了。妈妈，爸爸走了吗？我们的秘密行动可以开始了吗？哎，你好，你的猫到了。谢谢。小馋猫，来吧，你最爱的榴莲披萨到了。还好啊，爸爸已经走了，不然闻到他最讨厌的榴莲味啊，又要批评你了。老婆在家带孩子辛苦了，现在公司效益不好，这个月生活费你先拿着，等过一阵效益好了，我再给你多转点。咦，妈妈，这份披萨里怎么没有一次性手套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宝宝，刚才妈妈忘记给你点了，我出去给你找一副好不好？不用了，甜甜知道哪里有手套，甜甜去了。好。妈妈，我找到了。宝宝，这个你是从哪找到的？爸爸的行李箱里还有好多。行李箱是上周凤凰男出差前买的，我们半年前就开始备孕2胎了。儿子递来的这袋避孕套，无疑是在提醒我的丈夫出轨了。你是？你好，我是你男朋友的合法妻子，顾佳。啊，原来是风太太。你好，我是钱福福，久仰大名。也不是很久吧，毕竟你才刚进入江南集团不过2个月，而你能有机会挑衅我，也不过是因为上周跟我老公出了趟差而已。怎么，刚当上小三就忍不住对我耀武扬威了吗？龚总，你已经有家室了，我真的不是那样的人。伯父，我跟他早就没有感情了，这你知道的呀。爱的人是你，我跟他很快就会离婚，到时候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和名分，你跟我在一起好不好？我。喂，老婆，想不想我呀？我也想你们呀。好，等我马上开完会回去就陪你和儿子，行不行？好，那你早点睡。好，爱你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因为我足够了解我老公，他这个人啊，出身贫穷，但自尊心极强。在他最近接触的人里，只有你涉世未深，年轻漂亮又好收买，自然是满足他虚荣心的最好选择。看来顾小姐是有备而来了。那是自然，我今天找你是有件事想跟你谈谈。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，但如果要我现在离开凤凰男，绝对不可。按照正常见小三的流程，接下来应该要泼咖啡了，是吧？你泼吧，我准备好了。泼好，我去补妆，一会儿还要去上班呢。钱小姐，你说笑了。我今天来并不是让你离开我老公的，相反，我还要帮助你，让你们的关系更进一步。什么？凤太太，我看起来有那么蠢吗？我们是情敌，我是破坏你家庭的第三者。你说你要帮我？对，我不仅要帮你，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钱，我还要双倍给你。那你要我做什么？很简单，我让你继续勾引我老公。据我所知，封总除了拿回去的家用以外，封太太好像并没有经济来源。恕我直言，
我不认为风太太有收买我的能力。果然，过去的5年里，只有我为了孩子和家庭，升起了自己的独立和敏锐，迷失在了凤凰男为我打造的表面幸福，实则危机重重的婚姻里。吴经理，我刚接到电话，说我大学的时候存的那笔理财资金到期了。老规矩，这笔钱啊，还是存到我儿子的教育基金里吧。顾女士，现在这个教育基金的钱已经封存了，无法转存。封存了？这里面还有200万教育基金呢，怎么会封存？是这样的，3年前你们先生拿着您的身份证和授权书，把里面钱取出来。那这笔钱是存到我们共同账户里了吗？啊，你帮我查一下，存到这里面也行。顾女士，共同账户里1分钱也没有，跟这个教育基金的账户是同一天办理的封存。不好意思，这笔钱转不了，要不您还是回去吧。钱小姐，敢来找你，我自然有这个能力。我可以每个月给你。不必了，风太太，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，也很抱歉破坏了你的婚姻，但我不后悔，也绝对不会退出。我还有事，恕不公。喂，帮我查一下钱夫妇的身世背景。我正找你呢，你母亲的病情现在很严重，这是病危通知书，如果今天不能交费做手术的话，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医生，我求你，先给我妈做手术行吗？你放心，手术费我一定会筹到的。哎，抱歉啊，你还是尽快筹钱吧。你来干什么？这里面是10万块钱，你先拿去，给你母亲交手术费吧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不相信我抢了你的男人，你还能这么大度，为我母亲交手术费。一边是渣男虚无缥缈的爱，一边是实实在在能救你母亲命的钱，我相信这并不难选择吧。爱？渣男可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什么爱。很抱歉，钱女士，您这个包我们不能收。为什么？是价格问题吗？家里有人生病了，急需要用钱，价格低点也没有关系。不是因为价格原因，而是因为您这个包不是正品。什么？风华男，你还真是个阴险狡诈的小人，连出轨的成本都要降到最低。你想要我怎么做？既然钱小姐是个爽快人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拿贼拿赃，捉奸捉双。我需要你帮我暗中调查凤凰男出轨和转移财产的证据。你想要找到证据之后离婚？我不光要离婚，我还要凤凰男净身出户。那为什么是我？你就不怕我拿了钱以后背叛你？你不会，因为这不是一场单纯的收买，而是一场互利互惠的交易。凤凰男阴险狡诈，你一个刚入社会的小姑娘是扳不倒他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他这个人啊，心狠手辣，心机深沉，我一个合法的都被他骗得团团转，你该不会觉得
你隐姓埋名，潜伏在他身边，做个不合法的第三者，就能查清楚你父亲当年的死因吧？当年的事情你知道多少？那天，唉，好累啊！终于在中秋节赶回来了。再过2个月就是预产期了，老公提了很多次让我放弃工作，安心在家待产。看来我是该好好休息了。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，那笔亏空你先补上。要改，多说一个字，你女儿的安危。方浩南，你这个王八蛋，要使我女儿有个三长两短。老公，你在给谁打电话呀？什么亏空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刚才给刘江河打电话说，让他把挪用工人的工资补上。那我听你们说什么女儿？我讲的是，别让女儿瞧不起你。哎，老婆，你怎么回来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好去接你们呀。以后要生了就不要去公司了，孩子和你才是最重要的呀。放心，公司这边有我呢。好，等刘江河的事处理完，我们就去办法人变更手续，以后公司啊就彻底交给你接管。好，相信我，这件事情很快就能解决。老婆，要不你先去洗个澡，休息一下。正好公司那边还有点事情，我要处理一下。老公，你不是回公司了吗？哎，你这衣服怎么湿透了？哎，这脸怎么也受伤了？哎呀，刚才车子突然熄火了，我下去看了一下，哎，没想到外面雨也很大，摔了一跤。真的没事吗？你没有什么事瞒着我吧？没事儿，怎么可能？你想多了，我先进去休息。第2天就传来你父亲被讨要工资的工人逼得坠楼的消息。我曾经问过他很多次，都被他搪塞过去了。直到今天去医院看到你母亲，我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。没错，我就是刘江河的女儿。我爸坠楼，我妈病倒，这一切都是凤凰男害的。我改了名字，千方百计的潜伏在他身边，就是为了报仇。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合作是最好的选择。你跟我想象中恋爱脑上头的家庭主妇还真不一样。我同意跟你合作，我不要钱，我只要找到凤凰男害死我父亲的证据，我要看着他身败名裂。欢迎加入复仇者联盟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老公，好戏马上要开场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风总，这是您需要签字的文件。风总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在公司，让人看见了多不好呀！看什么？在公司才刺激嘛。再说，你不是都答应我追求你了吗？怎么还叫文总啊？南哥，是你老婆打电话过来查岗，为什么不接啊？他能有什么事情？要么就是汇报孩子的情况，要么就是说一些柴米油盐的破事情，要么就是要点生活费，像个木头人一样，一点情趣都没有。
还是你好啊，温柔又可人。在计划实施之前，我需要打破他的宠妻人设，坐实他婚内出轨的事实。一会儿可能要委屈你了。没事，佳姐，按计划来就行。好。老公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哎，老婆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我不来，怎么知道你所谓的开会是在办公室跟秘书卿卿我我呢？夫人，我没有，您误会了。哎呀，南哥，疯子，你没事吧？老婆，你干什么啊？老公，对不起啊，我本来是想打这个贱人的。出去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进我办公室！出去！老婆，别生气啊，刚才是因为我脖子扭了，他给我捏了一下而已。老婆，都是误会啊，别生气。真的吗？真。可是我刚才看你们明明……都是误会，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还不信我吗，老婆？啊，我怎么会背叛你呢？你要相信我啊！那你还说在开会，还不接我电话？我们刚刚散会嘛，不是？我刚要给你打电话，你不就来了吗？啊，别生气了啊，都是误会。原来在你眼里我这么蠢，那正好，我就用这种形象麻痹你。接下来你就等着被我这个又老又蠢的黄脸婆狠狠打脸吧。福，别生气了，我这不是迫不得已，昨天才陪他演出戏嘛。我呢，心里最爱的还是你呀。那你什么时候离婚啊？现在还不行。虽然说这些年公司的盈利都被我挪走了，但是顾家当年在圈里的名声很好，一些老客户只认他，而且签的都是5年的长期合同。5年？我还要等5年啊！哎呀，当然不是，合同年底马上就到期了，等年底招标会，我想办法偷换投标主体，把他的客户都拉拢过来，只留给他一个空壳公司。他一个离职5年的家庭主妇，还不是任我宰割？一想到还要受他的气好几个月，我就生气。好啦，别生气了啊，走。我们呢，先选房子，为了给你赔罪，这里的房子你随便挑，看中哪套我们就买哪套。真的？那这房子的名字写谁的？你的？不是啊，当然是写我妈的名字呀。要是我的，岂不是又跟那个黄脸婆又是夫妻共同财产吗？你不是本市户口落不了户，不然我肯定写你名字呀。那好吧，只要你是真心爱我的，写谁的名字都无所谓。还是你呀，懂事又温柔，不像是那个黄脸婆，张嘴闭嘴，只会要钱。写谁的名字，我当然不在乎，因为我相信，最后这一切都是佳姐的。南哥，你去开车吧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好。喂，佳姐，果然如你所料，他把房产落在了他妈的名下。你快去查一查你公婆名下的财产，100多万的房子，说买就买，肯定还藏了不少钱。果然，男人的爱在哪儿，他的钱就流向哪儿。佳姐，对不起，我没事，你做得很好。婚姻呢，和恋爱不同，不是你也会有别人的。你现在啊，充其量就是疯狂男讨好的对象和新的目标而已。真正的小三，另有其人。什么？佳姐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你不是想知道真正的小三是谁吗？我今天啊，查到他们在这家酒店开了房，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了。
这就是你老公的金主哦。经过我的调查，发现凤凰男跟这位老总的关系最为密切。老总今年48岁，丧偶，很欣赏他，经常带他参加各种高端聚会。靠这位老总的提携，他这几年拿下不少大单。这也能叫小三？他脑子有病吧？放着你这位又漂亮又能干的妻子还不知足，居然在外面出轨这又老又丑的老三。对于凤凰男这种自私贪婪的人来说，内心呢渴望找到一个完美的妻子，在家呢是个贤惠能干的家庭主妇，在外啊能给他带来金钱和荣誉，最好还得永远年轻，给他带来刺激和新鲜感。可是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完美的女人？对啊，所以一个人满足不了他，他找了3个。我们2个对号入座一下，你就能知道他为什么要找这位三姐了。佳姐，你对人性的拿捏也太到位了，我已经开始期待接下来的行动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复盘一下线索，然后正式开始行动。在这里复盘？对，这个屋子我不停地收拾，却依然堆满了他和孩子的杂物。这种凌乱和困顿，不就正是我这5年所经历的吗？这些年，我为了家庭，放弃了工作和事业，把全部的重心都转移到他和孩子的身上，没想到，却落得这样的下场。现在，我为了捍卫自己和孩子的利益，我以身设局，就是为了彻底揭穿他。凤凰男，我从没想过自己牺牲一切换来的会是你的背叛。接下来，我会用合法的手段，一步一步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老公，欢迎来到我为你量身定做的婚姻诱局。佳姐，这些都是你做的调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厉害？哼！当你发现你倾尽所有，换来的只有欺骗和剥夺，不厉害，难道要等着被枕边这头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给生吞活剥了吗？佳姐，当初那个渣男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欺骗你的？我们是大学同学，他虽然家境贫寒，但学习成绩非常好，阳光上进。我们学的建筑专业，毕业后我不顾父母反对，跟着他一起创业。为了接单，几乎跑遍了南城所有工地。我是独生女，父母看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行业，就出启动资金，帮我开了第1家公司，就是现在的迦南集团。他负责技术，我负责管理。后来我怀孕了，他以心疼我为借口，哄骗我在家安心养胎，开始不让我接触公司的业务。老婆，慢点，慢点。报告，报告，报告。我还得上班呢。别着急，听我说。老婆，你现在呢可是咱们家的大功臣啊，你就安心在家养胎就行啊。公司的这一切有我呢，别去了啊。你放心，只要呢你一生完孩子，我一定给你雇最好的育儿嫂，到时候让你重返职场，怎么样？好。妈妈，天天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摔着哪儿没啊？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先坐这儿啊！妈妈，你看爸爸啊！
他用孩子轻轻松松就把我困在家里5年，公司越做越大，我的圈子却越来越小，最后就只剩下孩子。我才明白，这场婚姻只是他的跳板。至于让他耀眼，还是让他衰残，由我说了算。是该让渣男付出代价了。佳姐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做？凤凰男最近的合作基本都是崂山促成的，只要有崂山在，就算我们离婚了，他也能轻易翻身。所以，想要彻底击垮他，第一步就要釜底抽薪。佳姐，我们不是要去酒吧给凤凰男下套吗？你怎么带我来买衣服呀？买的还都是这种成熟性感的，我平时也不这么穿啊。就是因为你平时不这么穿，我才让你这么特地打扮的。可是你不是说我在凤凰男眼里是带给他新鲜感的人吗？这衣服妥妥的熟女风，他在崂山那都看腻了，哪还有什么新鲜感啊？这样才能制造反差感。小白兔 cos 狐狸，你说恋人能没新鲜感吗？哼，这样啊，不仅能制造反差感，还能保护你。保护我？怎么保护啊？一会儿拍照的时候啊，我只拍你的背影。你今天的形象呢，跟平时差别很大，所以崂山这样怎么找都不会找到你头上。不然，一边是财大气粗的金主，另一边是可以随时被替代的新宠。万一东窗事发，你猜他会选谁？有道理，还是你了解他。在这场婚姻里，我失去了青春、财产和自由，能拿来与之对抗的，只有我这10年对他全部的了解。他还不知道出轨的事情已经被我识破，所以他在明，我们在暗。这场复仇游戏，我们慢慢玩。可是仅凭几张亲密照就能破坏他们俩的关系？当然不是。崂山这个人呢，生性多疑，照片只是为了让他在心中埋下怀疑的种子，而视频和发送视频的时间，才是让他们关系破裂的关键。什么视频啊？我要怎么做？什么？这我能行吗？佳姐，这样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没事的。你呀，一会儿记得背对镜头，然后呢，表现得再暧昧点。他这个人啊，酒量很不好，只要稍微一喝多了，套他的话就容易多了。到时候我再悄悄过去录视频。好，去吧。蓝总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伯父，你今天这身穿搭有点特别呀。怎么啦？不好看吗？那我去换换。换什么呀？这狐狸皮下的小白兔，别有一番风味啊！这个了不得，连台词都被佳姐算得清清楚楚。那小白兔喂你喝酒，你喝不喝呀？喝。哇，南总一口闷下酒的这个实在是太有魅力了。来，我们再喝一杯。来，再来一杯。我们再来一杯，南哥。好。等一下，伯父，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儿。我哪里不对劲了？哪里不对劲啊？平时小碰子都不让碰，今天这么主动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你。因为我。对啊，今天你在办公室，
和红林资本的老总举止那么亲密，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就因为这个？那不然呢？老总一来，你都对我冷冰冰的，一直不看我。嗨，我说了，原来是吃醋了呀。我和崂山呢，只是逢场作戏，我心里爱的肯定是你啊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害我白白难过了一整天。我还以为你喜欢老总那样知性成熟、年龄大的姐姐。怎么可能？他年纪那么大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一个大妈呢？要不是想从他手里获取一些合作资源，我看都不会看他一眼的。真的吗？你敢说你没有对老总动过一点真心？我不信，除非你发誓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发誓，我对崂山一点意思都没有。等合作一结束，我马上跟他划清界限，行了吧？好，别吃醋了啊。那你跟家里那个离了婚之后，是娶我还是老总啊？那还用说吗？我又不是傻子，谁会放着年轻漂亮的不娶，娶一个年老色衰又霸道专横的老女人呢？我是找老婆，又不是找老妈。那好吧，看在你这么真诚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你了。哼哼，你个小妖精！凤凰男，你明明处处依附女人，却又瞧不起女人，甚至想打着感情的幌子，把3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那接下来，我就让你看看，什么叫玩物自焚。冯总，这是张总和刘总。哎呦，刘总好，张总，你好，欢迎您2位大驾光临，这边请。请。这2位总裁可是带着大单来的，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哦。欢迎各位的到来。本公司对此次合作非常的看重，所以精心制作了计划。各位，请看。乱七八糟的，快关掉，快关掉！快关掉！你干什么呢？快找你关不关？关掉！这个门过来，快关掉！凤凰男，什么意思啊？崂山，原来你们俩是这样的关系，怪不得极力推荐我们合作呢。就是啊，老总，你也太过分了，我们这么信任你，你竟然用这种关系劝我们签高价合同，你想小败家也不能用我们的钱啊！既然敢这样戏弄我们，走，以后豪林资本和佳人集团不想再合作了。哎，别这样！哎，张总、刘总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哎，你听我解释，张总、刘总，你听我解释。凤凰男，看你干的好事儿！珊姐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有人陷害我呀！听我解释啊，珊姐。解释？好啊，那你解释啊。照片上的第一个女人是谁？觉得你有了我还不够，还想脚踏3只船吗？那不然呢？老总一来，你都对我冷冰冰的，一直不看我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怎么会这么巧？难道是他？抢生意啊？难道是众安集团搞的鬼？珊姐啊，别生气了，珊姐，这一切都是个误会。我猜一定是众安集团的老黎羡慕我能得到你的青睐，用假照片故意来陷害我的。啊，凤凰男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明天是高总的3方会谈，你要是再搞砸了，我绝对不会再帮你。好了，放心吧，珊姐，明天谈判我一定拿得下来。别生气了。我呢，最近学了一种新的按摩手法，走吧，跟我去办公室，我给你放松放松。你放松放松，哎呀，别生气，走吧。钱伯父，过来一下。南哥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
那天的照片为什么会出现在会议室的投屏上？是不是你耍的花招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，南哥。不知道？你约我哪里不好，偏偏约在酒吧，还灌我那么多酒，说是不是有人指使你啊？完了完了，他该不会是发现什么了吧？洪总，查到了。洪总，这就是对手公司林总的秘书。那天晚上他也在这间组啊，但是他和前秘书没有任何关系。那个弹窗也是带病毒的邮件发到公司电脑上造成的。好，你去忙吧。好。哇，抱歉，误会你了，确实是竞争对手搞的鬼。好险，幸亏佳姐那天想办法把对方公司的秘书约了过去，不然今天肯定就暴露了。我和崂山只是逢场作戏，我心里喜欢的是你呀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害我白白难过了一整天。我还以为你喜欢老总那样知性成熟、年龄大的姐姐。他年纪那么大，我喜欢他，要不是我看都不会看他。不行，你难道一直要这个老总说一开始？我对崂山都已经说了，我想跟他一起。只要是跟家里那个离婚了，只有我还是老总。是最后的年纪漂亮过去，再找一个是找我妈。大家听我说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恶意剪辑啊！珊姐，你听我解释，一定又是对手老林干的，他想毁了我呀！凤凰男，够了！我这是瞎了眼才会相信你。老总、宋总，针对你们二人的感情纠纷，我无便干预。我觉得我需要重新审视一下你们合作，告辞。葛总，珊姐，你听我解释。爸爸回来了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老公，你脸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不小心磕了一下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太好，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还不是和……算了，你一个家庭主妇瞎掺和什么？说了你也不懂。我去厨房忙工作了，没事别烦我。好，我什么都不懂。凤凰男，看来你是忘了自己怎么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。哎，中了！佳佳，我们成功了！太好了，黄楠，我们终于签下了第一个大单，这下公司有救了。佳佳，你太厉害了！你用一个刚注册的小公司，就轻轻松松打败了全市数一数二的竞争对手。你的方案太优秀了，我能遇见你真的是太幸运了。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啊？这都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佳佳，嫁给我好吗？虽然现在我没有什么能力给你足够的物质基础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努力，争取给你一个幸福的家。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，快答应他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未来就会越来越好的。该死！就差最后一步，合同一签，我就能把财产全部转移了，还能利用崂山进行新公司的商业扩张。这下好了，全都打乱了。没有了崂山的支持，一切就都全完了。
气死我了！老公，这就受不了了吗？游戏才刚刚开始呢，我不仅要破坏你的计划，我还要让你明白，背叛婚姻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。老公，快吃吧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是最近新兴的加密货币。我之前不是修的建筑和金融双学位吗？之前呀，在金融系有个学姐，最近靠这种加密货币赚了不少钱呢。一种加密货币能赚多少钱？老公，你看，这个是学姐的朋友圈。哎，她去年呢还在证券公司上班呢，今年就已经实现财富自由，开的车都是上百万的车。老婆，金融投资的风险很大的，你已经这么久没上班了，肯定对金融投资一窍不通。再说，现在公司的资金也很紧张。老公，你放心，我就是知道公司最近效益不好，看着你每天为这个家这么辛苦，我想着能不能找到新的赚钱门路。你知道就好。你已经5年没上班了，肯定跟不上外面的节奏了，还是乖乖在家带孩子。孩子睡了。老公，孩子都10个月了，我想回公司上班了，要不我们找个月嫂吧？老婆，我知道呢，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很辛苦，但是你就这么放心把咱们的儿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带吗？孩子很快就会长大的，到时候他上了幼儿园，我再带你重返职场，到时候你肯定是最优秀的女总裁啊！行了，好好带孩子。好。进吧。虽然学姐发的资料让我很心动，但是你说的对，家庭和孩子才是我最重要的。老婆，你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。这样，等过段时间公司效益好了，我就带你和儿子出去旅行，放松放松心情，怎么样？太好了，谢谢老公。吃饭。老公，你先吃吧，我还有个菜要拿。永远不要为了男人而放弃自己的事业，沦为毫无经济来源的家庭主妇。因为掌心朝上，意味着你给了对方在经济上制裁你的权利。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下，你终会明白，家庭的第一核心不是感情，而是经济。佳姐，凤凰男疑心病这么重，你找群演在他面前演这场戏，他会不会上钩啊？当然，没了崂山的支持，又接连失去几个大单，他在行业的名声早都臭了。他现在呀，肯定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急着找着新的挣钱赛道来证明自己。那也没必要花钱买这么贵的门票啊，不是还有那种免费的洽谈会吗？人们都喜欢免费的东西，但是没有人会珍惜免费的东西，尤其是像风荒男这么势利的小人。只有花钱进入这种高端的聚会，他才会对听来的消息深信不疑。哼。1个亿，李总，你短短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赚了1个亿。你瞧点声，这可是高端商务聚会，来这里的人非富即贵，就这点钱不值得这么宣扬，让人笑话。是，您说的对，但这1个亿可不是小钱，到底是投资的什么好项目？这可是海外回报率最高、最有潜力的项目，入局早的人都赚麻了。李总，你可就别卖关子了，到底是什么好项目啊？加密货币投资，根据内部消息，马上就会有国际大资本的注入，到时候短时间内获得数10倍的回报。这不是顾佳说的那个项目吗？这么机密的消息，他个家庭主妇怎么知道？这俩人不会是个骗子吧？我还是小心点吧。
中投集团的金融总监，这不是全国投资的风向标吗？对付凤凰男这种疑心重的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停地给他们制造危机感和紧迫感，让他们方寸大乱，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。加密货币那个项目，连我都入不了局。你估价一个家庭主妇，竟然会有人给你介绍？我倒要看看，你这个学姐是何方神圣？是她，原来她的学姐是李总的老婆，怪不得能知道这么多机密的投资消息。没想到做了5年的家庭主妇，竟然还有人愿意赏识你。想不到吧，我有2部手机，你所看到的也只是我想让你看到的而已。南哥，你真打算投资这个加密货币项目，还一次性投100万？对，我调查过了，这个回报率特别高，投了肯定赚钱。那这么赚钱的生意，公司一定能赚一大笔钱了。不确定的投资，肯定用公司的钱去冒险。像这种稳赚不赔的事情，怎么可能用公司的钱？上次公司的理财产品正好马上到期了。那这次你挪用公司的钱，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啊？要不要考虑一下？还考虑什么？中投的金融总监都下手投了，我可不能错过这个风口。中投的金融总监，你居然认识他，南哥，你也太厉害了！他可是全国数1数2的投资大佬。那当然，我这就给林总打电话。哎，喂，李总，您上次说的那个投资项目我很感兴趣，我想投100万，您看？不好意思啊，冯总，我们这个项目都是200万起投的。200万。你要是资金紧张，要不就下次啊？不紧张不紧张，200万是吧？行，那我就去准备一下啊。南哥，200万也太多了吧？你不是只有100万吗？我和顾家结婚了6年，这些年迦南集团的发展一直不错，怎么可能只有100万？只不过大部分钱都去购买了海外房产，一时半会儿凑不出来而已。这样，你先去财务支出100万过来。你这样挪用公司的钱，我会被你老婆发现吧？当然不会，她现在已经被我牢牢地困在家里面，就是一个呆板木讷的家庭主妇。好，那我这就去办。喂，佳姐，刚才录的可以吧？佳姐，我刚才录的可以吧？可以，放心吧，虚拟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已经搭建好了，就等于上钩了。好，那我马上去催财务打款。好。顾小姐，您先生真会往我们虚拟平台打200万？当然。我们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？对呀，他要发现自己被耍了，不会告我们吧？当然不会，你们2个只是负责接打电话，钱也没有流向其他地方，这个就只是我们夫妻间的一场游戏罢了。我把自己的钱转回我自己这儿，难道不可以吗？伯父，你看我前几天投到200万，现在已经涨到250万，我赚了50万呀！天哪，南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这赚钱速度也太快了。我要是有200万啊，我肯定也全投了。全投？对呀，想挣钱可以多投点啊！不行，我得追加投资啊！追加投资？你的钱不都拿去买海外房产了吗？鸡蛋怎么可能只放在一个篮子里呢？我除了购买房产，
我还以赡养金的方式每个月给我爸妈打钱，这样转出去的钱既合法又合理。天呐，南哥，我真是越来越崇拜你了，你也太厉害了。厉害啊！我厉害的地方多着呢。一会儿我爸妈给我转完钱，我让你好好尝试一下我厉害的地方。大渣男，夸你2句怎么还开上车了呢？谁想了解，不行恶心。佳姐说，对讨厌的人露出微笑，是我们必须学会的恶心。凤凰男待在你身边虽然恶心，但看你像个傻子一样，一步一步走进佳姐的诱局，可太爽了。夫妇，一会儿我爸妈就会把我放在他们那儿的300万全部打进来，到时候我全部投进去，发财了，夫妇，我们要发财了。投吧，投的越多越好，真期待看见你哭的那天。进来。龚总，怎么了？马上就该发工资了，财务一直在催您上周借的那100万借款。说财务这帮人干什么吃？天天就知道催，公司就没有别的现金流吗？那确实没办法，上个月接连失去了好几个大订单，现在资金链确实紧张。而且如果你这100万如果还不上的话，我们这个月真的就发不起工资了。等着，我现在从交易平台提100万过来。提现失败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往里面投了500万，怎么连100万都提不出来啊？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不会啊，会有事的，一定会有事的。假，是不是你做的？老公，你干什么？弄疼我了！你那个学姐，是不是你们一起联合起来骗我？学姐，骗你？老公，你说什么呢？难道你悄悄投了我那天说的加密货币？你真的不知情？老公，你真的投了？啊，投了1年。哎呀，我那个学姐被抓起来了！抓起来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同学群里都传开了，是我那个学姐自己做了个假网站，捐了不少钱，现在已经因为涉嫌非法融资和诈骗被抓进去了。假网站？怎么会这样呢？那报警还能把钱追回来吗？哎呀，可不能报警啊，老公！我那个同学还说，跟着他一起参与这件事的也有不少被抓进去了，还要被追问资金来源呢。老公，我们到底投了多少钱啊？询问资金来源？不行，这笔钱一定不能让顾家知道。没多少，算了。没多少，你每个月给我1万块钱当家用时抠抠搜搜，现在管500万叫没多少，你对自己还真是大方。凤凰男，战争才刚开始，准备好，我会用对你全部的了解，为自己和孩子争一个公平的结局，哪怕要亲手摧毁那个曾经承诺给我幸福的男人。恭喜佳姐，第2局商业陷阱大获全胜。商业陷阱？对啊，你不是说第1局是釜底抽薪，那这第2局可不就是商业陷阱吗？你呀，真是古灵精怪。那你想不想知道这第3局叫什么？当然想啦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佳姐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呢，是事关第3局成败的 U 盘。上次凤凰男不是提到了吗？说他在海外还有房产，那么呢，我们就落井下石，让他自乱阵脚。这里面是什么呀？就凭这个就能让凤凰男自乱阵脚？这里面有我找人做的虚假新闻视频，你呢，把这个 U 盘插到他电脑上，等他打开电脑的时候，就能看到弹出的弹窗了。可是就凭这个视频，他能相信吗？做这种事情啊，肯定是要有双重保险才行啊。这个是我认识的一位自媒体博主，他在南城商业经营圈呢有很大的影响力。凤凰男经常会看他发布的文章，对，他在公司的时候经常刷这个博主的视频，所以呢，我拜托他写了一个
关于海外房地产市场行业政策变动的虚假消息，说近期海外市场呢将会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大规模整顿，为了怕伤及无辜，会让他设置了仅凤凰男可见。已经透支了金主和500万的私房钱，这要是再没了这些房子，凤凰男还不得被彻底气疯？这下彻底要变成疯渣男了。伯父，你在干什么？伯父，风总，是您吗？风总，真的是您啊！你在干什么？我今天忘记戴隐形眼镜了，路过这边的时候看到新闻在放海外房产有什么变动，我就离了近了点。什么政策变动？我看一下。大幅缩水？怎么会这样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去查一查。怎么会这样？我500万的现金都已经被套牢了，要是现在再出点问题的话，那我这些年不都白干了吗？不行，我得赶紧找专家想想办法。喂，林教授，我是经常关注您很久的那个小峰，我看您发布了一篇文章，想咨询您一点问题。哦，我有印象，你是我最早的一批粉丝了，还经常给我点赞。怎么了？你也想问我海外房产的事吗？对，就是这件事。现在我们正好有个商讨会，在南城酒店，您作为老粉丝，有时间可以过来旁听一下，到时候还会有一些海外资产处理专家，可能会对你有帮助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目前将财产转移海外的的确不少，数据统计比较困难。齐教授，这是我的房产信息，麻烦您帮忙制定一下资产转移和保值方案。还有我，这是我的财产信息。大家不要着急，在这排队，稍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对接。这些人怎么这么着急啊？这专家真的这么可靠？哎，兄弟，你怎么还弄得不过去啊？这专家真的靠谱吗？按照他们的方案，真的能保值吗？那当然了，为首那个可是海外房产学会的会长，你说靠不靠谱？哎，不跟你说的，我得先过去排队了，不然等会儿赶不上呢。凤先生，这是我们这边查询到您的房产信息，您核对一下。竟然完全正确，他们竟然连海外房产系统都能进入查看，看来确实来头不小。没问题，请帮我的这2处房产做一下资产保值和转移。好的，您稍等，我们查一下您是否符合海外房产转移和保值的要求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凤先生，您的订单我们不能接，您不符合相关要求，没有办法办理。不能接？那我房子怎么办？难道看着它大幅缩水吗？有一个方案倒是可行，就是什么？你快说呀！就是手续费高点，还得把您的房产转进我们有资质的担保公司，您只需要签个免责协议就行。好，我签，只要能做资产保值，不让我的资产大幅度缩水，多少手续费都行。好，看一下，怎么全是英文啊？是的，冯先生，这是海外的正版申请文件，都是英文的。我们公司法务已经审核过了，没问题的。您只需要在这里签字就行。你怎么了，南哥？还不是因为海外房产的事情。你说我手续费也交了，我资料也递上去了，怎么一直显示流程处理中啊？该不会出了问题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专家怎么会骗人呢？再等等吧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一刻也等不下去了。你让高秘书赶紧订票，我要亲自去海外看看。你这样，糟了，夏姐那边的房产还没转完，她一去不就全都暴露了吗？2套房，价值2500万。哼，原来5年前你就开始布局，亏我一直像个傻子一样相信你。喂，夫妇。不好了，佳姐，凤凰男要去海外查房产资料。现在去海外？对，
他现在应该已经快到家了，怎么办啊，佳姐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来想办法。喂，玲玲妈妈，哎，你是在国际教育机构上班是吧？啊，那能不能帮我查一下，明天有没有什么海外研学课？哎，对，不计成本，越快越好。啊，好，那我等你消息啊。哎，老公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老婆，快帮我找一下护照，再收拾一下行李。我有个商业活动要去海外出差一下。海外出差？老公，儿子马上就要过生日了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去啊？而且，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公司什么时候拓展海外业务了？你不知道事情多了去了，让你收拾你就快点收拾，快点。哎，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尊敬的旅客朋友，请及时到1检票口排队登机，飞机马上到达南城机场。爸爸，老婆，今天你问我干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老公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我呀刚给儿子报了个海外研学班，哎，正好跟你一个航班，要不咱们一起登机去？怎么这么巧，偏偏遇到了他，跟他一起去，我往海外转移财产的事情，我就报应了吗？不行。哎，老公，哎呀，老公，快登机了。老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公司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这个只是一个商业活动而已，我不去了。你和天天都上注意安全，我先回公司了。好吧，老公，虽然有点可惜呢，不过工作要紧，你先回去吧。爸爸再见。再见。果然，骗子能骗多久是由傻子决定的。凤凰男，你骗了我整整5年，现在也该轮到你了。南哥，你不是去海外了吗？别提了，我在机场居然碰到那个黄脸婆，她竟然要跟我一起走。我这会公司有事儿，就先回来了。这么巧吗？你前脚刚和高秘书订过机票，后脚就遇到了顾家。是啊，这也太巧了。看来高秘书不能再相信了。怎么还要交钱？哎，我说你们这个过程繁琐就算了吧，怎么手续费越来越高了？我都交了10几万了，你们公司怎么回事啊？福凤，我担心高秘书被顾家收买了。我现在相信的人只有你了，你替我去趟海外，等我和他一离婚，到时候所有的房产就都是我们的了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佳姐，你带我来工地干什么？这个是所有涉及当年讨有工资的农民工资料。凤凰男派你去海外出差，正好给了你几天时间。现在啊，你可以暗中调查你父亲当年被害的事情。这份名单我找了好久了，谢谢你，佳姐。哎呀，谢什么谢呀？我们可是复仇者联盟。走吧，开启我们的支线任务。倘若身处劣势，那便韬光养晦。终有一日，我们会势如破竹。天哪，这也太像了，这简直跟你那2本真的房产证一模一样。这要是拿去给风华男交差，他肯定还会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呢。佳姐，恭喜你啊！第3局又大获全胜，这下你可是手握500万现金和2套海外房产的富婆啦。怎么了，佳姐？你都拿到这么多资产了，还不开心啊？产权人顾家，单独所有。自从我全职在家的这几年，所有的节假日、纪念日，凤凰男从来没有送过我任何像样的礼物。上次看到我名下有资产的时候，还是6年前。
老婆，这房产证都拿到了，怎么还不看心啊？老公，我们都已经领结婚证了，你怎么不要求在房产证上加你的名字啊？哎呀，我的心都在你这儿，房子在你这儿不也正常吗？再说，这是你的婚前财产，我和你在一起是因为我爱你，又不是因为你的钱。老公，你真好，努力上进，还不贪心，处处为我着想。你越这样，我心里越过意不去。没事的，大不了以后再有了财产再写我名字呗，只要不怕被我骗就行。胡说，你人品这么好，怎么可能骗我呢？再说了，你对我这么好，现在已经把我宠得四肢不协，五谷不分了，简直就是我的精神支柱。说不定啊，以后就算你骗我，我还会乐呵呵的帮你数钱呢。果然，男人在不经意间说的话才是真心话。是啊，我也是后来才明白，女人的寄托可以是工作，可以是美食，可以是山川大海，但唯独不可以是男人，不然就会像我一样输得一败涂地。别不开心了，佳姐，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，趁热打铁，继续手撕渣男。那接下来就进入第4局，网暴渣男。凤凰男，这5年你处心积虑，利用我，算计我，背叛我，还看不起我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被婚姻背叛的女人绝不是好惹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。大家快看，我们的顾学姐竟然开直播了！怎么，顾学姐就是那个在大学期间修建了建筑和金融双学位，还科科第1名，大学一毕业就创办了江南集团的顾学姐？对呀，这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。只可惜结婚没多久就退出职场了，没想到今天竟然能听到学姐直播。是啊，大家快看，顾学姐出来了。很久没有给大家更新过我的视频了。那今天呢，是我跟我老公恋爱10周年，也是结婚6周年的纪念日。所以呢，我想通过直播的形式来纪念这个充满意义的一天。妈妈，爸爸怎么还不回来？我都等得困了。爸爸可能还在加班。这样，妈妈呢，给爸爸打电话，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喂，老婆。喂，老公，你还在忙吗？对，我还在忙呢，啊，晚点回家。好吧，那你先忙，我和儿子呢，在家等你吃饭。今天可是我们结婚的。南哥，我腰好像扭到了。我手的是不是打电话呢？老公，你跟谁在一起呢？老公，你不是说你在加班吗？为什么会有别的女人的声音？老婆，你听错了，哪有别的女人的声音呢？你别疑神疑鬼了啊！好了，挂了，我在忙呢。可是，宝宝，你先回去睡吧，妈妈可能要收拾一下饭菜，这些菜可能用不上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大家失望了。我本来是想通过直播的形式记录下这个充满意义的一天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日常。结果，我给夫妇直播间出了那么多钱推流，现在应该有效果了吧？好，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，我马上就要下播了。小三直播间，他凤凰男怎么能这么欺负人？出轨还敢开直播？好，我这就去问问他，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？老婆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打我顾家！你不是在加班吗？怎么加班加着加着，跟小三来到私人会所了吗？夫人，我不是小三。闭嘴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
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南哥，我怕。顾家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我干什么？我干什么了？你这么护着他？凤凰男，我才是你的妻子，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？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像个泼妇一样。像你这样的黄脸婆，有谁会喜欢你？黄脸婆，你管为了你的事业，甘愿放弃自己大好前途，在家照顾你饮食起居的老婆叫黄脸婆？那不然呢？你每天素面朝天，不修边幅，我一回家你就说这些破事。你就是一个鼠目寸光的家庭主妇，我看都看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终于说出真心话了。全世界都可以嫌弃我是个家庭主妇，可唯独你，凤凰男，根本没有资格嫌弃我。南哥，他为什么这么说呀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凤凰男引以为傲的迦南集团，客户是我，一个一个积累起来的，生意是我一单一单拉过来的，就连启动资金也是我从我爸妈那儿借来的。别说了。我偏要说你忘恩负义，过河拆桥。可你别忘了，就连你最嫌弃的家庭主妇，也是你当初跪在地上求我做的。别说了。老公，你终于动手了。我不断的激怒你，就是逼你动手。现在这么多网友看着你，你家暴的罪名已经成立，就等着被法律制裁吧。哼，你打我，你竟然敢打我！老婆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我们回家说好不好？回家？我们还有家吗？凤凰男，你让我回家？那你出轨的时候想过回家吗？你在我们结婚周年纪念日这天跟他厮混在一起的时候想过回家吗？我说你怎么开始突然就加班，怎么就应酬多了起来，整天不着家？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找的借口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加班和应酬，你就是整天跟他在一起的，对吗？对。自从你离职在家带孩子以后，你每天就对着灶台和孩子转。我们一起结婚6年了，每天过着像一潭死水一样的生活，我早就够了，还有什么意思？一潭死水？你口中的一潭死水，是我拿5年青春换来的。我为了你和孩子，放弃了工作，放弃了社交，放弃了更好的个人发展。我以为我顾好了家，让你没有后顾之忧，你就可以给我和孩子更好的生活。可你呢？我怎么了？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最容易犯的错罢了。我们结婚6年了，你有没有拿镜子照照你现在的样子？6年了，我早就把你看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凤凰男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当初是你跪在地上求着我嫁给你的。走。凤凰男，你今天要是敢走，我们就离婚。离婚？你拿这个压我，你真的好幼稚啊！你真的以为你还是当年叱咤职场的顾总吗？你早就不是了。现在迦南集团就是一个空壳子，所有的财产都是我的，离了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不可能！迦南集团是我一手创办的，早就已经进入了盈利状态，怎么可能会是空壳呢？而且这些年你每个月只给我和孩子1万块钱零花钱，剩下的钱呢？想离婚？那我就如你所愿，但是钱想都别想。如果想要回儿子的抚养权，那就净身出户。净身出户？原来你这5年处心积虑把我圈在家里5年，就是为了让迦南集团变成一个空壳，然后再把我扫地出门。凤凰男，你好狠的心啊！是又怎么样？少废话，明天早上8点，民政局登记离婚。
喂，爸。胡闹！凤凰男，你在做什么？这婚坚决不能离！爸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们在网上开着直播，左邻右舍都传遍了，丢死人了！顾家，你竟然直播算计我！可笑，到现在你还在怨我。今天是我们结婚6周年的纪念日，我本来想着开直播记录一下我们的生活，没想到却记录了你和小三在这出轨。不好了，风总，好几个合作很久的甲方突然提出要解约啊！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大家都看到您夫人的直播，都说不想要这样背信弃义的合作伙伴。风总，恕我直言，要是这样下去，您在业内的名声就完了呀！佳佳，对不起，刚才的那一切都是误会，我当时在气头上，说话不能当真的。我们不能离婚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有儿子呢，我们在一块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我马上就跟他断绝联系。好。真的，佳佳，你愿意原谅我吗？我愿意，毕竟我们有10年的感情，还有个儿子，我不想伤害儿子。对，我们还有感情，我们还有儿子，我们不能离婚，都怪我一时糊涂，我马上跟他断绝关系。你在这站着干什么？还不给我滚啊！想要不离婚也可以，但是你得写个认错书和保证书，如果以后再犯，就立刻离婚。好，我写。佳姐，昨天明明就差最后一步了，你为什么同意渣男说的不离婚啊？因为不离婚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。什么？虽然第4局网暴渣男已经成功了，他转走的现金和在海外的房产都已经追回，但是他父亲昨天那通电话让我突然想起来，他转移到他父母名下的本地房产还没有搞清楚。对啊，他在本地还有房产，那你还让他签保证书和认错书，有什么用呢？渣男都已经出轨了，签了也不会履行。我就没想过让他履行。那签了不是白签吗？除了之前直播的录屏之外，我不确定我们之前掌握的证据够不够充分。这下有了他的认错书，相当于他自己主动坐实了婚内出轨的事实，这才是最有力的证据。对呀，佳姐，你太厉害了。不过他在本地的房产都在他父母的名下，你能查到他的房产信息吗？我和他父母很少联系，他就是料准了这一点，所以才将本地房产都转移到他父母名下的。再说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们更不会告诉我了。那我们不提交证据，让法院自己去调查呢？不行，离婚财产分割有异议时，谁主张谁举证。那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吗？没钱想什么钱？有办法了。哎，听说你家儿子离婚的事传得沸沸扬扬的，到底离不离啊？我这可有好多优质的未婚女生呀。离，当然离了。那老顾家天天在家像个怨妇一样，有了孩子以后一天班都不上，吃我儿子的，穿我儿子的，还在网上诋毁他，这样的媳妇留他干嘛？听说你儿子是大公司总裁，想找个什么样的？可以在我们小区里征个婚啊。在小区里征婚？对啊，我们小区可是优质小区，家里最差的女儿也是白领，说不定啊还能带点嫁妆呢。我的儿子那么优秀，这一次呀，一定要找一个又有钱又漂亮又年轻的女孩。哪家女儿啊能拿出100万的彩礼，才能报名征婚。什么100万？这谁能出得起啊？我能出得起。我不光出得起，我还能翻5倍。没错，我女儿非常有钱，是投资公司的总裁，结婚嫁妆500万，还就想找个离异的男的。这么有钱，为什么偏要找个离异的呢？哎，别提了，
我女儿啊，非说离过婚的男的会疼人，说找到合心意的，愿意拿500万陪嫁。500万陪嫁，还是离异的，我的儿子满足啊！虽说想找个离过婚的，可是别的方面我女儿要求可不低啊。什么要求？要有自己的公司，在本市最少要有3套房，还都得是面积大、地段好的。那我儿子满足呀，我儿子呀刚好有3套房子，还在大公司里是总裁呢。哦，是吗？那这3套房都在哪儿啊？诶，不对呀，你看你这么年轻，也就20、30岁，你女儿都那么大了，你该不会是骗子吧？你说我看着像20、30岁？哎呀，要不说富贵最养人嘛。我以前啊，天天在外面干活，那是风吹日晒，手都裂口子了。这不，女儿有钱，那高档的护肤品是用到手软，美容 SPA 更是天天做，这不就显年轻了吗？不过你要觉得我是骗子，我走就是了。想娶我女儿的人啊，多的是。500万的嫁妆，我还愁找不到好女婿。哎，别，妹妹，我是看着你那么年轻，我人都有那么好，我是惊讶。别走，我相信你。这还差不多。那说说吧，这3套房产都在哪儿啊？龙湖小区、金豪庭，还有益达公馆，它都是1等1的高档小区呀。地段倒是不错，不过你空口无凭，要是骗我的怎么办？我怎么能骗你嘛？你说你怎样才能相信？那走吧，带我去你家看看房产证。这要是真的，立马安排他们2个见面。这去家里看房产证，这不太合适吧？你要这么磨叽的话，我可就走了啊！多的是人拿着房产证给我看呢。要不你就带他看看，那可是500万嫁妆啊！好，走，我带你去看。那行，那你去哪？我在这儿等你。走吧。喂，你看，说是真的吧？哎，你怎么拍照呢？拍给我女儿看呢。我是相信了，可万一你未来的儿媳妇不相信呢？对，未来儿媳妇拍给她看。干什么了你啊？你是谁？你是干什么的？糟了，他怎么回来了？还有1本没拍上呢。你拿家里的房产证随便就给别人看了？老头子，你别吓着人家，这可是我在相亲角遇见的亲家母。亲家母？对。顾家的妈妈不是在外地吗？这可是优质的相亲资源，等儿子一离婚，马上就给他结婚。这还有500万陪嫁呢。500万呢？你可别叫人骗了。怎么可能呀？你看他一身名牌，50岁了，像个小姑娘似的，一看就是有钱人。你可别犯糊涂啊！你们还让不让人拍啊？不让拍，我可走了。你别，这还差不多。你们这房产证的名字怎么是2个人啊？到底是谁的房子啊？这房子产权要是不清晰，我女儿可不嫁。我儿子的，是我儿子花钱买的，只不过是写了我们老2口的名字。为什么写你们俩名字？还因为那个好吃懒做儿媳妇嘛。儿媳妇？你儿子还没离婚呢。离了，很快就离清了。好吧，那这房子真是你儿子买的？爸妈，顾家，你怎么了？我来看看你们2老，顺便啊给你们带些保养品。哎，对了，刚
刚才你们说什么是黄楠买的？没什么。这位是，我是这儿的儿媳妇儿，您是儿媳妇儿？你不是说你儿子要离婚吗？这还没离婚呢，就到处给儿子相亲，这不是耍人玩吗？圣经病！爸妈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做？太过分了！你呀，瞧你干的好事儿！佳姐，你也太厉害了，一下子就把录音和照片全都搞到手了，就是缺德。既然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，那我们就干票大的，准备收网了。佳姐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快跟我说说。现在的迦南集团啊，肯定被咱们上次的直播搞得股票大跌，马上呢就是1年1度中最重要的招标大会了。凤凰男现在肯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对，他现在啊每天在公司都愁眉苦脸的呢。所以接下来这一局就叫移花接木。这样，我教你一套说辞，你去劝他变卖本地房产，投到公司补亏空，让他好好对待接下来的招标会。这怎么感觉好像在帮他？高高捧起，再重重摔下，这才是最疼的。南哥，招标会的举办方发布了招标细则，说投标需要先验资，我们可能无法通过了。我知道，你忙吧。南哥，你是在为了招标会的资格审查发愁吧？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不忍心看到你为难。这样，我把你送我的东西拿去卖了，再加上自己的一点存款，全都拿来给你补亏空用。不，没有用的。自从上次我和崂山合作失败之后，公司现在入不敷出，亏损的越来越多，几万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。那房子呢？你上次不是还给我买了房子吗？我们把房子也卖了，想办法再凑一凑，肯定能行的。这倒是个办法，不过我迟早要跟顾家离婚的呀。现在不离是因为我新公司那边有很多资质还没办下来。现在要是卖房子补亏空的话，万一收不回来怎么办？南哥，钱可以慢慢往回转啊，但是上次顾佳姐这么一闹，影响很大。况且你这么厉害，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的才能被埋没。房子没了，我们可以租房子，但是失去了这次机会，以后就很难在业内立足了。不，还是你善解人意啊。你放心，等我和他一离婚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，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回凤家，做凤太太啊。好，我相信你，南哥。不过光有这几万是不行，我得跟我爸打个电话。喂，爸，你把我放在你们那儿的3套房产证拿出来，我有用。这几天是怎么回事？怎么都在找我这3个房产证？什么？还有谁见过这3个房产证啊？还有谁见过这3个房产证啊？嗨，还不是你吗？前几天非得拿着这3个房产证去给你相亲。还好没把我供出来，不然就功亏一篑了。爸，我现在是关键时刻，你让我妈老实点啊，不要再给我捅笼子了，行吗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给你准备房产证。不知道最近怎么了，总觉得心神不宁的，好像要是有事情要发生一样。没事的，南哥，肯定是你太累了。等忙完这次招标会，你好好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你转移财产的事已经证据确凿，我父亲当年的坠楼案也有了眉目。风华男，你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。凤凰男，你终于把这3套房子卖了，现在所有的证据链都已经完整了，我已经约了离婚律师，很快你就能接到法院的传票。
顾佳，顾佳，真的是你啊？你是？啊，安莲师哥。对，我是安莲，也是你预约的离婚律师。请坐吧。没想到再次见面会是这样的场景。是啊，你放心，资料呢我简单看过了，这场官司对方是过错方，我们稳操胜券。好，这是详细的证据和资料，师哥，拜托你了。倘若穷途末路，那便势如破竹，战斗吧，顾家。顾佳，你说我婚内出轨，转移财产，你有证据吗？不会是家庭主妇当久了，脑子坏掉了？被告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法官，请播放我方证据。这是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内与第三者存在不正当关系的证明。这是被告对我方当事人实施家庭暴力。这是被告亲手书写承认其婚内出轨的认错书。法官大人，这些都是偷拍的，我并不知情，这是无效的。证据有效，法庭予以认可。下一项，请出示被告方转移婚内财产的证据。财产转移，我做的天衣无缝，这些证据看哪里找？凤凰男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转走的500万现金和暗中购买的房产，我毫不知情吧？你血口喷人，空口无凭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不光有证据，我还有证人。请法官查看我方证据，并允许证人入场。传证人入场。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呀！钱福波，你这个贱人！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竟然害我啊！害你，那是你罪有应得。法官大人，我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全部属实，因为当时我就在现场，是他亲口说的。证据有效，法庭予以认可。你们两方还有什么异议吗？我有异议。凤凰男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就是出轨和转移婚内财产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顾佳，你收买钱夫妇，暗中掌握证据，我无话可说。我想说的是，婚可以离，不过天天的抚养权必须给我。做梦！孩子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带的，你又是过错方，孩子凭什么归你？凭什么？就凭他主动选择要跟我一起生活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有请被告方证人。天天，妈妈。被告方证人，由于你的抚养权问题，法庭十分看重你的个人意见，请你如实回答，你是愿意跟随爸爸生活，还是跟随妈妈生活？我选择和爸爸一起生活。妈妈，对不起，天天不想脱离。天天，如果一会儿法官问你要选择跟谁一起生活，你一定要选择跟爸爸一起生活，记住了吗？我想跟妈妈一起生活。你妈妈是个家庭主妇，不上班也不挣钱，跟爸爸一离婚，她养活自己都费劲，更别提养你。你不能给妈妈增加负担，你知不知道？我选择和爸爸一起生活。不好，天天肯定是被风华男给骗了。我再跟你确认一下，你确定选择跟随爸爸生活吗？天天，别忘了那颗糖。妈妈，这是老师奖励给我的糖，我给你吃。妈妈看得出来，
天天很喜欢吃这颗糖，那为什么要给妈妈呢？因为钱阿姨说妈妈的心里很苦，天天觉得吃了糖就不苦了。钱阿姨啊，只说对了一半。虽然生活很苦呢，但天天就是妈妈最甜的那颗糖。有天天在呀，妈妈什么都不怕。顾家，看到了，儿子选择了我，他可是你从小养到大的，这么舍得吗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只要你放弃财产，净身出户，天天的抚养权就归你。不，我后悔了，我选择和妈妈一起生活。下面开始宣判，应遵循照顾女方及无故处方原则，准许原告顾家与被告凤凰男离婚，婚内所得财产由顾家所得，婚生子天天由顾家所抚养。宣判完毕。妈妈，太好了，我可以跟着妈妈了。天天，我们赢了，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分先生您好，招标结果将于今天下午于南城酒店正式公布，请您务必到现场。好的，谢谢。招标？对啊，我还有今年最重要的招标啊！既然收到了优约，肯定就是中标了。顾家，没想到啊，你让出来的迦南集团马上就要帮我翻身了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既然举办方专门邀请我来，那肯定是中标了。幸亏我用了儿子的探视权做交换，留住了迦南集团。等今天的中标结果一发布啊，我马上就能彻底翻身了。顾家，钱夫妇，你们来这干什么？这种地方也是你们这种身份能进来的啊？你这种人都能进来，我们凭什么不可以？你跟我比，我是特邀嘉宾，受邀来参加招标会的。巧了，我们也是受邀来的，而且为了和你竞争，特地注册了新公司参与投标。没想到也不过如此嘛，跟你一样的待遇。好，中标名单马上就要宣布了。你拿一个刚注册的小公司，就要跟我经营几年的迦南集团比，你简直自不量力。欢迎大家前来参加南城市建筑行业招投标大会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正式宣布，此次中标的公司是上品建筑有限公司。让我们掌声热烈欢迎！怎么会没中标呢？完了，这下完了，我卖房子不会亏空的钱全掏进去了。接下来有请上品公司的总裁上台签约。顾家，上品建筑的总裁竟然是顾家！恭喜上品公司以9172万的价格成功中标。9172，那岂不是比我们的报价就少了1万啊？我要举报！我举报上品建筑恶意竞争，串通投标报价，建议废除中标结果。大家好，我是迦南集团的董事长。众所周知，我公司实力雄厚，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公司呢？冯先生，我们的中标是公正透明，也有验资环节。既然对方可以中标，显然也是有实力的。哪怕以1万人的微弱优势取得中标，又该如何做解释？而且，他钱夫妇是我之前的秘书，他顾家是我做了5年家庭主妇的前妻。试问，这样都能开公司，这样的人都能中标，在座各位又该如何自省？这不算串标，那什么算串标呢？
所以我建议废除上品中标资格，逐出行业，逐出行业。很抱歉让大家失望了，我们能以1万元微弱优势中标，确实跟迦南集团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我们用的是跟迦南集团一样的算法做的报价单。大家看，他承认了，这样的行业败类，这样的垃圾，就应该滚出建筑行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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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出建筑行业。大家先不要着急，我话还没有说完。之所以跟迦南集团的报价如此相似，是因为迦南集团的报价系统和计算方式是我一手创办的，难道用自己的东西也算违规吗？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家庭主妇吗？怎么这么努力？是啊，他离职5年，行业进步这么快，居然还能做出这么完美高说。没错，我确实是做了5年的家庭主妇，但是我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回归工作，这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我的前夫呀。要不是因为他婚内出轨、家暴、转移婚内财产，我也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就下定决心逃离这场婚姻。顾家，你所血口喷人！大家现在座位上的是法院的判决书，以及他婚内出轨、转移婚内财产的证据。我到底是不是在血口喷人？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贼喊捉贼的这场游戏，也该到此为止了。你胡说！小心我告你诽谤，报警抓你！报警？福福，你那边的事情搞定了没有？他刚才说要报警，你帮他报一下吧。报了，佳姐。凤凰男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报警？谁知道你又搞什么鬼？就在5分钟以前，我收集起了5年前南山工地刘江河坠楼案所有参与讨薪的农民工的证词，而且在附近的居民楼无人机影像里发现了你的身影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那天在家根本没有出门。是吗？我可是清楚的记得，那天你接完刘江河的电话就出门了，2个小时之后，刘江河坠楼，你浑身湿透的回到家里，一直魂不守舍的，这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你在撒谎。你为什么要提此事？这件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原名刘悠悠，是刘江河唯一的女儿，你说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凤凰男，你涉嫌贪污罪、故意杀人罪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恭喜你，终于如愿开了一家对女性友好的工作室。看到曾经失落迷茫的顾家，终于走出了阴霾，又重新开始叱咤职场，散发光芒，真为你感到高兴。谢谢你啊，师哥，这次多亏有你的帮助了。顾家，你有没有发现你变得更加成熟，变得更加理智冷静，也更加的光芒四射？有吗？人生最好的老师啊，是干瘪的钱包、失败的经历，还有背叛你的人。拜他所赐，我全部都遇到了。我要是再不成长，这就说不过去了吧。顾家，其实一段失败的婚姻也不必放在心上，因为也不是一件坏事，它是你重获新生的开始。我也是后来才明白，婚姻呢，永远都不是人生的全部，永远都不要把感情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。爱人的前提呢，首先是爱己。我若盛开，蝴蝶爱来不来？佳姐，仪式开始了，走吧。5、4、3、2、1。下面我宣布，他力量工作室正式成立。好。当初我们选择结婚是为了获得幸福，所以离婚也应该是愿你愿我，愿千千万万被困在不幸婚姻里的女性都可以勇敢地走出来，因为鼓起勇气和过去说再见，
才会迎来新的开始。